原创音乐全计时创演节目音乐原计划的年度盛典来了。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聊一聊这13首歌曲。第一首呢，是由黄子弘凡和刘宇宁共同演绎的《每当我》。每当我这首歌啊，说到底，其实任何一个歌手来唱这首歌都毫无违和感，都是百搭型的歌。但是呢，这首歌真正的生命力是在哪儿呢？是在于歌手各自的色彩感。所以我们想想看，黄子弘凡他是一个少年感很强的歌手，所以他的个性，他的色彩是很明显的。而刘宇宁呢，他的色彩更明显了，他是那种比较成熟一点的，比较有故事性一点的那种歌手。所以他演唱一些歌曲的时候，你常常会有一些画面感，或者是会带入一些共情的感觉。所以这两个歌手啊，无论谁来演唱这首歌，都是非常具有生命力的。但是这两个人合唱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开始其实很少有人能想象得到。可是出来之后呢，发现非常的好。好的原因是在哪呢？就是在于他们互相给对方唱和声的时候，非常的捧场，而且两个人会互相之间啊，把这个歌曲的那个能量往上面带。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情绪在这边的时候，往上一点的时候，可以带动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又可以带动这个人啊，跟有些拍戏的那个感觉很像，对吧？单独演的时候好像还没有那个劲，但是我一演过去，你给我一个反应之后，我就会演得更好，然后他又根据我的这个反应又能再在上面叠反应。所以这两个人在唱这个和声的时候，就跟一个捧哏一个逗哏一样，你知道吗？一个人逗哏刚刚讲了一句话，哎，好或者什么，所以呢，他的这个少年感就把他烘托的越来越少年感。而当这个刘宇宁来唱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成熟感，他的这个故事感就给烘托的更成熟，更有故事感。所以这两个人在搭配的时候呢，它是有一种化学变化在的，是一种能量在不断的交替向上的一种感觉在的。所以让这首歌曲，说实话，如果说跟个人来演唱对比的话，可能大家更喜欢的还是这个合唱版。所以这是第一首歌曲。第二首呢，是周深和周笔畅共同演绎的《孤独音乐家》。我们先来说说周笔畅。其实我觉得周笔畅现在的心境就是孤独音乐家，他和这首歌是完美的心境贴合到一起啊。因为你想想看，在超级女声她刚刚出来的时候，是有唱片公司的人，有制作人给她来打造一些音乐方面的方向，或者是音乐方面的一些内容策划，她不需要为此把所有的责任放进去。如果这个音乐出来不好的话，他知道，哎，这个音乐制作人能负责，或者是唱片公司会负责。可是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呢，你又有前辈又有后辈的音乐界的一个中坚力量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征求你的意见了，或者是说你的意见作为主导的意见来支撑自己音乐事业的发展。那么你对音乐看法就要极其的自我，或者是说你需要对音乐的看法负所有的责任。你做得很好，那就很 OK。如果你做得不好的话，那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音乐的理解出现了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每一个音乐人他都是孤独的。所以我想周笔畅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为什么他的演绎会这么有感觉？原因就是在于他的心境和他完完全全在一起。当周深和他加起来之后呢，这首歌曲加入了一些希望的感觉，加入了一些暖的这种叫做什么暖心的感觉，并且呢，周深他用了4种和声技巧，把这首歌曲啊牢牢的贴合在这个周笔畅的声音的周围啊，这真的很厉害。因为和声一共就有4种技巧，第一种就是跟主声唱的一模一样啊，第二种呢就是说你在高3度啊，或者是第3度啊，或者是4度5度啊，对吧，上下叠在一起。然后第3种呢就是说你轮唱，对吧？还有一种呢像 pad 一样在后面让整个声音更加具有这种包容感，更加有这种起伏感觉。一共就这4种方式啊，周深在这首歌曲把这4种方式全部都用尽了，然后呢让这首歌曲贴着周笔畅的这个声音，完全不抢他的声音。而当周深独自在唱的时候呢，又能把那种希望感，能把那种治愈感给他唱进来。所以当这两个加在一起的时候，这首歌曲比周笔畅自己唱虽然是
很符合这首歌的意境，可是呢，我觉得多一点希望感是更好的。第3首呢是刘端端和陈卓璇共同演绎的《你敢吗》。刘端端呢，其实在演唱之前呢，我看他紧锁着眉头，然后我看他可能对自己的这个声音，怕会出现一些问题吧，可能他最近的工作实在太忙了啊，所以我看他那个样子，其实我觉得非常能够体会，因为曾经我工作很忙的时候，我每天也是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会影响一些音乐会的发挥啊，或者是说会影响一些这个工作的一些质量啊。所以呢，当我看到那种状态的时候，我是非常能够体会的啊。但是呢，他在演出的时候那种状态是完全看不到的啊，他的那种演出那种大气感，以及说对于歌曲的整体的把握也是非常好的。那陈卓璇呢，本身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手啊，特别是他的那个梨窝，我以前看他唱歌的时候，我就盯着他的梨窝不放，一首歌听完了以后，哎呀，忘了听重点了，还要跟大家来说这歌怎么样的啊，又要重新再看一遍。陈卓璇呢，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这种音乐风格，他善于把歌曲的那种痛感内化的一个歌手。当他们在一起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本身来讲也是非常好的。可是，我觉得有点小的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有点像是李好最后说的那句话啊，就是说，哎，你们最后我以为你们要拥抱一下了，结果你们两个人只是手碰了一下手。就是他们在对唱的时候，只是完成了各自的演唱。并没有把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融入到这首歌里面，所以这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啊，因为男女对唱其实是很难得的。那你无论你是表现出来你们俩像兄妹一样，还是这种有恋情一样，还是说战友一样，还是说有亲情一样，还是什么，不管怎么样，你总要有一个人物关系在的。如果有这么样一个人物关系的话，你到最后唱完的时候，其实两个人的那个情绪，他肯定会是拥抱在一起的，他不会只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感觉出来，我不知道是他们两个是不是太有那种道德上面那种束缚了啊，太有那种尊敬感了，所以造成这首歌曲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几乎是没有的啊，他们俩之间没有太多对这首歌曲的这种联动感。那但是呢，作为本人来唱的话都是很好的，然后他们各自都演绎了一首好歌，只可惜它不是一首真正的合唱歌曲。那第4首呢是单依纯和周笔畅共同演绎的《Tender》。单依纯呢，其实在我的感觉里面就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女子啊，很像林徽因突然之间从画面里面走出来啊，但是她的演唱又非常的具有现代感啊，所以当这两者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呢，你脑子里面会有很奇怪的那种反差感的那个画面在啊，非常的有意思。而周笔畅呢，他的演唱非常的精雕细琢，他的每一个音头音质啊，他的音的中间音尾啊，都非常的考究啊，就让我想起了他以前有一个节目是去他家里面看他的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布置啊，以及他的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个内容。那在那里面呢，你就会发现他家里面的摆设、布置、装潢和创意啊，都非常的考究啊，非常的精致。所以我想呢，他可能对于音乐方面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啊，每一个音他都是精雕细琢的。所以当他们两者在一起唱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具有自由感的一个音乐，包容着一个非常精雕细琢的一个音乐。所以这两者加在一起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我想大家可能能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再去听一听他们唱的这个 Tender， 是不是感觉不一样？第5首呢是这个董家红演唱的足够，这首歌曲是妥妥的薛之谦给出来的机会啊，我想薛之谦有这样子的格局，也就是造就了他为什么能走到今天这样子的高度啊，看到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啊，非常的惜才，但是呢，可能对于董家红来讲，虽然这次粤语的歌，改编了以后大家一致好评，可是也要知道一点啊，歌手这条路非常的艰辛，
可能你获得的这一次机会不足以让你在这条路上面能够持续的走下去，你必须要不断的去鞭策自己，必须要不断的努力。你要知道，帮助你的薛之谦也曾经中途差一点也当不成歌手了，对吧？最后是怎么火的？靠段子手火的，对吧？在外又开这个火锅店，又去做其他的这些副业。但是有一点，他一直热爱着唱歌，一直热爱着音乐，所有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去唱歌，都是为了在演艺这条路上面走下去。所以有了这种热爱之后，可能一切的失败都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也希望这个董家宏要记住一点，你热爱音乐，你就要一直勇敢的走下去啊！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啊，无论人生的路上是不是需要走很多很多的弯路才能再回到这条主线上面，你都不要放弃啊！因为音乐并不属于某一些特定的人群，音乐属于每一个人，只要你热爱它，它就属于你啊！一定要记住。第6首呢，黄子弘凡赫兹就是爱的频率这个歌就不用多说了啊，这个歌已经变成这个代言曲了。当然我觉得这个代言他也很聪明啊，因为这个歌就是妥妥的这种幸福感啊，跟这个无论哪个产品你放在一起之后呢，这个产品也会让人有一种幸福感啊，所以呢就希望这个产品能幸福下去吧啊！赞助他们第二季的节目啊，让更多的音乐人，也让更多的观众能够听到好的音乐吧。第7首，周深和薛之谦共同演绎的《只字不提》这首歌曲呢，就能看得出来两个人作为音乐人的思考了啊。每一个人在演唱的时候，你看他们的和声是如何帮助别人的，是如何知道什么时候是主，什么时候是次的。所以当他们俩在合唱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享受的感觉，那是妥妥的在欣赏一种音乐，不仅仅是在唱歌了。要知道很多的歌曲在薛之谦来讲，他并不是在他声音最舒服的一个位置，他很多时候需要假音，或者是说真假结合的这个音区，这绝对不是一个这个音乐人最舒服的这个位置。但是当他知道音乐性是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能很巧妙的利用他的一些假音，他的一些混音，让整个音乐性不丢失，而那种音乐的美感依然存在。所以这种技巧性也好，或者是说这种处理性也好，都需要对音乐长足的思考。其实我常常会觉得说，音乐这件事情，你只要不断的去思考，你总能想到它的终极的方案是什么，它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而周深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你也能看得出来，他自己演唱的时候如何当一个主角，自己不唱的时候如何当一个配角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说实话，我以前我是做不到的。我在交响乐团的时候，经常这个演出下来的时候，这个指挥就把我叫到旁边，把我大训一顿啊，说我们演奏的是交响乐，不是你小号独奏曲啊，你不要每一个交响乐都当成你小号独奏曲。可是我那时候我是也不是想不开啊，我那时候是心态跟不上来，我总觉得演出要自己爽但是呢，其实觉得有点对不起乐队了啊。看了周深和薛之谦的这个演出呢，更加能确信一点，人家能持续的走下去啊，那可能对于音乐性的处理和个人这种私欲的平衡要做得更好一点。那第8首呢，就是陈卓璇和蔡又琪共同演唱的《我不在乎世界如何荒唐》。我们常常说一首歌曲要不然就是人养歌，要不然就是歌养人啊。如果歌曲特性不明显的话，那必须一个好的歌手给它赋予第二次的生命。可是歌如果足够好的时候，那无论谁来唱，你即使唱的不好啊，但是因为这首歌是能够养人的，那你的这个人也会让人感觉到好像挺会唱歌的感觉。那这首歌呢，就是一个歌养人的歌在写出来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面，已经有3个版本了，所以足以代表这个歌非常的棒啊！能够看到林俊杰在演唱的时候，
是有林俊杰的这种，对吧？生命力的那个阿云嘎在演唱的时候也有他的这个生命力的。那陈卓璇在演唱的时候呢，也有陈卓璇的生命力的。我常常觉得陈卓璇的最大的特质是什么？是那种内敛的痛。其实如果能表现出陈卓璇内敛的痛的话，那他的整个应该说他的演唱的生命力会更加的旺盛。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他之前那么多次的演出里面，他唱的最好的那首歌曲是林俊杰给徐若瑄写的那首歌曲，叫啥名字啊？如果不是那影子不像秘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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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丽。那首歌名我忘了。那首歌曲其实是他唱的最让人心疼的一首歌曲。其实内敛的痛是陈卓璇最大的特色啊！如果能把这个特色给无限放大的话，我想陈卓璇的生命力是非常难以想象的。那当然了，这首歌曲那个蔡佑琪唱的也是非常好的啊，他歌写的也是非常棒的。那希望他也能未来写出更好的歌曲吧。第9首呢是王琳凯和刘端端共同演绎的 What Kind of Love。这首摇滚曲风的歌曲呢，其实你判断它成不成功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当台上的人在唱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坐得住？如果你坐不住了，就代表他们非常成功。所以看这个王琳凯在舞台上面的这种松弛感啊，真的是国内歌坛难得一见的。其实国内的歌手在舞台上面多多少少有点拘谨，多多少少你会感觉到整个舞台变大了。但是你看国外的很多歌手上了舞台之后，无论多大的舞台，你都觉得舞台特别的小，你感觉舞台就是属于他的。王琳凯就有这种感觉，你就感觉整个舞台都是属于他的，他就有这种松弛感，并且呢，他也是一种比较明星偶像式的一个气质。其实我们不能光说外形，因为外形你化妆可以画出来，但是气质是做不出来的。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自身是发光的啊。当一个人在舞台上面的时候，他什么还没有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身上有个光照着他，你知道吧？这种就是偶像明星的感觉。而刘端端呢，在舞台上面是有一种大气感的啊，所以如果刘端端自己来演唱的话，我想可能效果没有跟王琳凯一起的时候这么舒服。刘端端他的那种大气感会让整个舞台的那种仪式感、庄重感更加的好一点。可是有了这种松弛感在的时候呢，整个舞台的燃爆的程度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两个人的这次合作，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棒。那第10首呢是单依纯和黄子弘凡共同演绎的《终身孤独》。这两个人在演唱之前啊，其实很多人怎么也想象不到他们会在一起合作啊，因为他们在私底下那种拌嘴啊，那种打闹啊，总感觉到这两个人会有化学反应吗？但是你别看两个人一旦演唱的时候，还真的合拍啊！而且这两个人的音乐素养极高，都在很细节的方面。我先讲一个细节啊，你想像黄子弘凡自己单独在演唱的时候，他的声音颗粒感是非常的明显的，但是他在给单依纯唱和声的时候呢，他都把每一个音的音头给去掉了，他让他的和声完完全全的贴在单依纯的主声上面，又不打扰他，又贴合着他，然后让整个声音又更加的饱满。所以黄子弘凡其实是他嬉嬉闹闹的同时啊，我觉得我们要给他在音乐上面他哪些素养，换一个角度再重新认识一下他。而单依纯呢，毫不夸张的讲，在我的感觉里面，可能未来3到5年，中国女歌手的天下就属于她了。真的毫不夸张的来讲，为什么？因为音乐素养和这个唱歌的那种现代音乐的感觉吧。你看，它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转音。如果你细细的分析的话，它里面的那个结构非常的复杂，它的很多爬音它都轻描淡写的带过了，但是你要再仔细分析的话，这些爬音并不容易唱，所以它的歌曲里面是有很大的那种自由感在的。这种自由感，首先一点，你的心态是要玩音乐的心态；
第二个就是说，你对于各种音阶的那种爬音的练习要非常的熟悉。第三个是对于音乐足够的了解，这样的话你才会选择适当的爬音在这个里面。第四个的话呢，是你能够把自己想象成音乐中的一部分，你才能不去那么明显的去把自己的声音的塑造或者是共鸣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整个音乐的音乐性放在第一位。能够有这样的思考和这种综合素质的女歌手真的不多，所以在我的感觉里面，单依纯未来可期。第11首，刘宇宁的《努力的人》。这首歌曲呢，其实当时在淘汰的时候我也聊了一点，这首歌曲写得非常的棒，可是呢，在当下其实真正能共情的人很少。只有非常非常努力，并且在努力的同时也能看得到别人努力的人，你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呢，当这个刘宇宁在唱这个歌的时候，你看出来作曲的人多么的这个难以自控声泪俱下，真的是他其实不是说自己的一个梦想实现了，好像是自己的那些苦没有白吃或者是说吃苦的这些过程又重新的涌入心头的感觉。当然刘宇宁他的声音是极度具有故事性的。我们常常在说嘛，一个歌手唱歌要不然就唱音色，要不然就是唱故事。刘宇宁就是一个能唱故事的人，他唱的每一首歌曲，你听的都不是他的音色怎么样，他的共鸣怎么样，你听到的都是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都是一段段可以共情的故事。唱的好像是在他的身上，但是感受的却是你自己的故事。这就是刘宇宁最厉害的地方，也就是他的特色，也就是他的生命力所在所以当这首努力的人能够被他共情的时候，能够被他唱出来的时候，那么很多在生活中需要努力的人，他就能感受得到这种情绪，很多在生活中不易的人，他就能感受得到这种辛苦所以我想应该有很多人会为这首歌曲所动容当然这个我看到这个作曲的人他可能之前也想放弃掉这份工作其实作曲或者是说音乐这件事情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工作，而是当成你毕生要奋斗的目标，你才能做好这件事情没有放弃不放弃的。你即使去当一个工人，你即使去送一个快递，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在听音乐，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在思考音乐。音乐不属于每一个人，只要你爱它，它就属于你。那第12首歌呢，是 Red 这个组合演唱的《红灯行》这个女子组合呢，之前我没有关注过，我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女子组合，所以当她出来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有一种吓了一跳的感觉。原因是在哪呢？第一个是涌起我内心的一种悸动吧，因为我在这个上海是第一代做女子组合的并且持续做了好多年，做了好多个女子组合，特别是在13年到17年期间，那这个时间呢是中国女子组合蒸蒸日上的时间做了很多。可是过了这个时间段之后呢，好像不属于组合的天下了，不属于偶像的天下了。虽然这个市面上还有一些组合存在，可是呢，我已经没有参与其中了，所以内心里面呢，还是觉得说，未来可能无论是男子组合还是女子组合，偶像组合，可能是我作为制作人还是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当看到一个女子组合出来的时候呢，还是很激动的。那第二个感觉呢，就是说，我感觉这个歌可能在做这个节目之前，他们都已经练习了很多遍了，并不像第一次在电视机前看到了这首歌曲，然后觉得不错，然后来排练这首歌曲。这个一定是唱片公司的一种操作模式就早就选定了这首歌曲，那也要选定了在最后这个一期节目里面来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排练的这个舞蹈也好，这个演绎也好，非常的成熟没有这个半年的训练，我不相信没有半年的训练，我不相信能达到这样子的高度。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提前设计好的一个。那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呢，我是觉得这个导播是不是可以训练一下，他有时候运镜运的不在重点上面，或者说有时候其实你知道运镜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在人脑或者是人眼
疲惫之前你就要切镜头了，你不能这个运到这个头晕眼花的时候，这个运镜还在这个继续啊，的确影响视听啊，是吧？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去考量一下的。那总的来讲呢，这个组合我还是希望他们越来越好吧。啊，如果他们未来有一些新的一些作品的话，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多关注一点啊，并且能够发掘出他们身上比较好的一些特质给大家。那第13首想给你写首歌，那这首歌没什么好说的了，因为这个王宁凯和刘宇宁没唱几句，大家就一起上来大合唱了啊，其实也就预示着第1季就这么结束了啊，未来也就是期待第2季的到来了。原计划的这个原的确是挺好的啊，所以以前经常会有人说一句话，大家要种因不种果。为什么？因为你种的所有的因不一定都有结果的，因果不一定成立的。因果能成立的原因是因为中间有一个缘字，这个因果才能成立啊。所以要做音乐的人，对音乐这条路有奋斗精神的人，一定要多种因，不要想着果。你多种因的同时，你遇到缘的可能性就很大。一旦哪一天缘分来了，你的果也就到了。我们音乐研究化的这个节目第2季再见。